啥呢？不看路啊？哦，我走的是盲道啊。什么盲道啊？盲人走盲道啊。我的盲杖呢？一条短视频点燃了全网的情绪。画面里，一位拄着盲杖的女孩在盲道上缓缓前行，镜头一晃，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径直撞了过来，女孩重重摔倒，盲杖飞出去老远，手部肿痛。骑车男子不仅没有道歉，反而丢下一句：“干啥呢？不看路。”女孩摸索着捡起盲杖，轻轻回了一句：“我走的是盲道。”对方冷冷扔下一句：“什么盲道？”扬长而去。一位盲人女孩在专为盲人铺设的盲道上被撞，还要被肇事者反问不看路，这一幕刺痛了无数人的心。短短几天，这条视频播放量数以亿计，就连歌手薛之谦都在演唱会上公开怒斥肇事者，这是不照顾弱小的非常恶劣的行为。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弱者，一件急需被伸张的公道，直到2026年5月16日，一支警方通报让所有人沉默了。今天就请跟随小薇一起走进这起100万粉丝盲人博主摆拍事件。抱抱盲兔本名江某某，时年24岁。据多家媒体报道，他并非先天失明，而是在2023年因系统性血管炎引起的并发症导致视神经萎缩，从此坠入黑暗。从那时起，他开始在短视频平台更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第一视角的方式，画面里晃动的镜头，摸索的双手，一根探路的盲杖，观众仿佛自己就走在盲道上。他的视频内容大多是记录独立出行的经历，遇到了哪些困难，得到了哪些陌生人善意的帮助。钱江晚报曾报道，他去过多个城市，那里的盲道常常被占用，电动车、共享单车堵住了前路，他不得不在车流中摸索。他的初衷似乎并不复杂。他说：“我想证明盲人也可以靠自己走出去。”这种在黑暗中依然努力前行的韧劲儿，让无数人为他点赞。短短几年间，抱抱盲兔在全网积累了100万粉丝，仅抖音单平台就有近140万粉丝，获赞超过2200万。据媒体报道，他的账号背后有专业的商业运营团队，商业合作次数在100次以上。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生活记录，而是一台运转精密的流量机器。没有人想到，这台机器最终会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2026年5月初，抱抱盲兔发布了一条新视频，配文：“北京来了，北京来了。”来北京第一天，盲杖就被撞飞了。视频里，他在北京朝阳区某条路上的盲道上行走，突然，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迎面撞来，女孩倒地，盲杖飞出。肇事男子非但没有道歉，反而斥责：“干啥呢？不看路。”女孩轻声回了一句：“我走的是盲道。”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随即驶离。整个过程被他脖子上挂着的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了下来。这条视频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评论区涌入了潮水般的心疼和愤怒。2026年5月8日晚上，北京交警官方账号在视频下方正式回复：“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关注，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原始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很多网友都在等待那个骑车人被找到、被追责。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朝着另一个方向急转直下。2026年5月10日，歌手薛之谦在青岛演唱会上公开就此事发声。他在舞台上怒斥肇事者，这是不照顾弱小的非常恶劣的行为。这还不够，他还专门跑到那条视频的评论区写下了一段话：“抓到了就好，这事儿要是没人管，按照这个逻辑下去，世界没道理可言。谁先指责别人，谁就是对的，是吗？这还是被记录下来的。那没被记录下来的那些臭流氓，真需要一个警示，让这种蛮横不讲理的臭流氓在大庭广众下不敢再欺凌弱小，无藏身之处。”
就像我昨天在新闻上看到一件事情，说有一个盲人的小姑娘，被一个骑车的撞到了，然后那个骑车的还特别狠，转过头来指责那个盲人的小姑娘，那个盲人小姑娘在走盲道，就诸如此类这种事情，就是不照顾弱小的非常低劣的行为。我希望所有的同学不要向那个骑那个助动车的人学习，真的很恶心，超级恶心。这个世界上坏人已经够多了，所以好人才会得到坏人得不到的东西。外人场馆里掌声雷动，很多人心里都在想，总算有个有影响力的人站出来为这个被撞的盲人女孩说话了。然而就在薛之谦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细心的网友开始发现事情不太对劲儿。视频发布的第二天，抱抱盲兔曾在评论区留言，超级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个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了，手也已经不痛了，昨晚已经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联系过我了。说完，他删除了那条视频。很久之前拍的，这个说法漏洞太大了。如果是很久之前拍的，为什么现在才发？为什么等到北京交警介入了才紧急删视频？有细心的网友指出，女孩被撞后去买药打车离开时，手机界面上显示的是5·1假期活动的广告，这意味着视频的拍摄时间极有可能是5·1前后，与博主本人声称的很久之前完全矛盾。更关键的破绽在于对话，很多网友指出，一个盲人被撞，面对不看路的斥责，第一反应应该是解释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因为不看路的前提是对方默认你看得见。我走的是盲道，这句话更像是设计好的台词，目的就是为了把盲道这个关键词清晰地带出来。这套逻辑的漏洞一旦被点破，就像一张纸被戳破了一个洞，而真正坐实这起摆拍骗局的是警方的调查。2026年5月16日，首都网警发布了一则重磅通报。北京警方当天通报了3起打击、造假摆拍、无底线博流量的典型案例，其中盲人女孩盲道被撞视频赫然在列。通报内容很简短，但信息量巨大。警方查明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2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所谓剧本的核心设定终于暴露了本质，撞他的电动车主是他的同伙。那场令人愤怒的争吵是事先排练好的，所有人掉下的眼泪和转发都在为这部精心策划的流量剧本买单。随后，抱抱盲兔的账号在抖音、快手、小红书、B 站等平台被全面封禁，所有作品被清空。据查实，2人摆拍视频的动机是吸引流量，以谋取商业利益。一个令人唏嘘的现实是，抱抱盲兔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全盲人士。一位曾为他拍摄过写真的摄影师徐先生向媒体证实，他是2025年4月通过朋友介绍为抱抱盲兔拍摄公益写真的。抱抱盲兔确实是盲人，但是很遗憾看到他做出摆拍视频的事情。同时，鲁迅美术学院教师、2025年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获得者刘宇也表示，看到消息时非常气愤，认为盲人群体的真实困境正在被消费。北京的一位残障人士王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之前很关注盲人出行这类内容，一直觉得这类视频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视障人士出行，但是今天知道这段视频居然是摆拍的，就觉得非常气愤，很辜负那些关注和帮助过视障人士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刘小春指出，这种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律师岳运生则进一步表示，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儿，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这起事件中，二人故意制造社会对立情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从一般的行政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人民日报在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儿的恶劣之处不止虚假演戏、博取流量，更在于肆意透支社会善意，消费残障群体，既伤人心，也公然践踏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盲人需要的是平视的尊重、完善的保障，而非被当作流量道具，拿弱势群体的尊严当剧本，用大众的善良换热度，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一步步把自己摆进法网。那些被他的视频感动到流泪的粉丝，那些为他在评论区打抱不平的好心人，乃至那些亲自为他发声的明星，所有人都不曾想到，这份真诚的善意最终被换成了流量账户里的收入。歌手薛之谦在得知自己被欺骗后，留下了一句相当坦诚的回应：其实我是高兴的，因为像那么恶劣的人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比我们刷到的都美好，这是最重要的。有看到新闻吧？对，你被骗了。同学们，其实我是开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还好是假的，是吧？因为像那么恶劣的人，他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比我们刷到的要美好，这是最重要的。你怎么这么好？是啊，善意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之一，请别让它在某个反转的瞬间耗尽所有的人间良知。而盲道是用来走的，它不该成为用来表演悲情的舞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